为什么有的人一发入魂？为什么我10连蓝天白云？为什么有的人装备一刷就毕业，但是我还在苦苦坐牢？为啥有的人10%几暴击8把爆？为什么我99%的暴击等于0？烦死了！是技术还是运气？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游戏里边的随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那说到随机，相信呢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：游戏里边的随机都是伪随机。什么是伪随机呢？也就是程序员给你设计出来的随机。打个比方啊，某游戏抽卡90抽保底，它如果真的是90抽保底，那你在前期抽卡的概率和你在后期抽卡的概率，它其实都是差不多的。但事实情况呢，你前边抽概率就比较小，但是呢，它这里有一个阈值，比如说70抽开始之后，它的概率会疯狂上升，这就是一个伪随机事件。那能不能做成真随机呢？当然可以啦。如果做成真随机会怎么样呢？我们再举个例子，假如一个游戏的卡池概率是1%中奖，那我抽100次，是不是就一定会中？答案是否定的，因为你的每一次抽都是1%。有人曾经做过计算，如果是真随机的话，100个人他们分别抽了100次，会有36个人抽不到，这个概率还是很高的吧？你怎么确定你不是那36%里边的其中之一呢？如果给了你一个真随机的游戏，你会玩吗？反正我是打死都不会玩的。之前苹果的音乐播放器就是采用的真随机的算法，结果呢被大家疯狂的吐槽。我明明用的是随机播放，为什么我老是听到重复的呢？然后苹果就把它这个真随机改成了假随机，大家呢纷纷好评啊。放到游戏也是一样的，好不容易攒够了一个100抽，感觉自己要出了，结果呢依然没出。这个时候他们会怎么办呢？骂这个策划是个傻，游戏是个垃圾，然后呢愤而退出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，游戏公司呢就研究出来了保底机制。总的来说还是管理玩家的预期，防止玩家的体验太过于糟糕了。包括咱们前面举的这个暴击为例，面板上看到的暴击也不属于真实的暴击。如果我们采用的是真实的概率的话，你可能会出现连续不暴击的情况。如果说你玩的是竞技游戏，那可能是要改变一下战局的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，游戏公司也对暴击算法进行了修改。除了明面上的暴击率，还有一个背后的 C 值，只要我们不暴击，这个 C 值就会累积，直到达成 B 爆。打个比方，比如说撸啊撸里边的蛮王可以增加自己50%的暴击，但它的实际 C 值呢只有30%。在实战的时候，那如果说你打着小兵3次都没出暴击，那么如果说旁边有英雄的话，你打到第4次必定暴击。所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游戏都使用了伪随机呢？其实也就是保护过于脸黑的那些玩家，让他们呢也能有一个比较良好的游戏体验。大家呢也别轻易相信什么抽卡玄学之类的东西了，都没用。当然，你要是相信也是可以的，唯心主义主观秒了。点赞！这期视频的朋友们都能一发出金，10连双黄，抽卡游戏永远不歪。我们下期再见。